萬萬沒有想到，原來把枸杞和山楂搭配在一起，沒想到這麼厲害。試過的朋友都說好，但是知道方法的人並不多，快跟着視頻來看一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鹏鹏。枸杞大家都不陌生吧？它營養成分特別的豐富。有一句話說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保溫杯裡泡枸杞就足以說明它的營養價值了。枸杞平時有很多人喜歡用來泡水、泡酒、煮湯等等，而山楂乾大家也非常的熟悉，它不僅口感酸甜，而且營養成分也豐富，通常用來泡水、泡茶。而我们平时吃的冰糖葫蘆串裡面，它就占主要的部分。然而今天我們要把山楂乾和枸杞給它搭配在一起來使用。相信很多人沒有這樣搭配過吧？到底怎樣做的呢？很簡單，準備一把枸杞，大約5到6克，然後把山楂乾也放入其中。再往裡面加入一勺麵粉，接下來用你發财的手開始抓拌枸杞和山楂乾，因為無論是枸杞或者是山楂乾，表面凹凸不平，都容易藏了灰塵，並且在生長和採摘過程當中沒有經過任何清洗，所以它表面特別的髒，而麵粉吸附作用非常強，這樣就可以把它們清洗得乾乾淨淨，直到把每一粒上面都裹上一層麵粉就可以了。差不多這樣，這時候就可以往裡面加入水來清洗了。水建議使用涼水，如果水溫過高，會將枸杞和山楂當中的營養成分給浸泡掉一部分。可以看見經過清洗的水是不是特別的髒、特別的渾濁呢？說明這個清洗效果還是非常的不錯。直到將山楂乾表面的麵粉全部洗掉即可。最後把洗出來的髒水給它倒掉。再次加入水，給山楂和枸杞清洗幾次，直到裡面的水變得清澈即可。經過這個清洗過程，以後的山楂和枸杞，你們還敢不清洗來直接使用嗎？這時候水已經特別的清澈了，像這樣就差不多。接下來準備一塊生薑。其實生薑它不僅僅是我們廚房中使用的調味品，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。當然了，這樣一塊生薑太大，我們用不完，所以我們只需要掰上一小塊即可。然後把生薑放入碗中開始清洗。清洗生薑就非常的簡單了。我們只需要把表面的泥土給它搓掉即可。當然了，如果生薑表面有很多乾枯或者壞掉的地方，我們也可以把皮給它去掉。而如果選擇去皮，那麼一定少不了這樣的勺子。用勺子可以非常快捷，並且安全的把生薑皮給它刮得乾乾淨淨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已經看到這裡了。製作視頻不容易，請用你發財的手給我點個讚吧。你的每一個點讚都是對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勵，謝謝。現在已經把生薑皮全部刮乾淨了，最後只需要用水再沖一沖就可以了。
最後就得到了一塊非常乾淨的生薑。接下来把洗好的生薑放在菜板上，然後用刀给它切成生薑片，盡量切得薄一些。當然了，把它切成生薑絲也是可以的。切好之後，把生薑片和山楂、枸杞放在一起，然後準備鍋具。鍋具我們建議使用砂鍋，因為砂鍋它保溫性強，還可以鎖住食材當中的營養成分。如果沒有砂鍋，也千萬記住不能使用鐵鍋，鐵鍋會影響口感。最後把準備好的食材全部倒入鍋中，再往鍋中加入水，水我們這裡加入純淨水，大約500到600毫升左右就可以。然後將蓋子蓋上，開大火，先把鍋裡面燒開。鍋裡燒開了以後，它特別的燙，用毛巾包住揭開，這時候你會聞到濃濃的香味，真的是很不錯。而這個時候，如果覺得生薑味過濃的朋友，我們可以往裡面加入糖，冰糖、紅糖都是可以的。如果你口感喜歡特別甜，可以多加入一些。再次蓋上蓋子，然後轉小火給它煮上10到12分鐘左右即可。時間到了之後，關火開鍋。當然了，我們還是得用毛巾包起來。這樣一鍋枸杞山楂生薑茶就煮好了。趁熱喝，口感會更好。由於現在天氣比較熱，也可以稍許放涼，並且這樣一大鍋已經夠3、4個人來喝了。不要小看這一鍋山楂枸杞生薑茶，這可是老一輩們留下來的土方法。堅持喝上幾天，你會有大大的驚喜和發現哦。如果你知道了山楂枸杞生薑茶的作用，那麼你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分享出來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們。而如果盛出來喝，那麼裡面的食材也可以用開水再冲一冲，味道當然也不會像熬煮出來這麼的濃郁。如果你平時喜歡用山楂或者枸杞來泡水喝，那麼不妨把它們搭配在一起來試一試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見，拜拜。